你从哪里来的？我从安徽亳州。大家知道亳州是什么地方吗？曹操的故乡啊。咱们先不说真假啊，这些东西的年代应该差不多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康熙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宋代的吧。多少？你疯了！我去。对的就是道光的，不对就是现代工艺品。我看像清后期。你认为什么时候买的？我认为是嘉庆。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盘口瓶啊，盘口啊是从康熙晚期雍正开始流行的。盘口如果要大于这个足径，那就早；如果这个盘口小于足径，那时代就晚。然后呢，有这个双狮的耳朵啊，大家要知道乾隆以后才开始流行，特别是到了晚清啊，就非常流行这种泰式少狮，一个大狮子，一个小狮子。你认为这个东西真的吗？我认为不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听的声音有点太脆了，我见过有的老了听的声音听得很稳，就是闷闷的。哎，那就跟这个胎有关系。不看地，双模作样也要看一下。我看着比较年轻一点。大家要注意好啊，中国的单色釉除了白不能分辨色界，其他的单色釉不会上下通级很匀净的，总是会有的地方深一点，有的地方浅一点。为什么？单色釉在烧制过程当中啊，釉质啊是流淌状的。你看这个颜色啊，通体上下，我刚刚看了一下，很均匀。第二，你就要看青花，这个青料啊，老的东西一定会厚实，不会薄的。就这些特点不符合那个古代时候的制作工艺，这种就是什么？这是仿青铜器的啊，下面有宣德年制，这个是青花釉里红。对，这个青花和釉里红，你看一点没有厚实感。还有一个什么？这个造型做的也太呆板，这个造型其实这个还要出来一点，对吧？它因为它这个是什么磨压成型的。这是一个茶叶末釉的花箍，也是仿青铜器的啊。后面是大清乾隆年制，茶叶末的釉，老的釉质一定厚，不会这么薄。这两件啊都是现代的。这是我爷爷收藏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小时候看着这其貌不扬嘛，看着也不咋样，是啊，然后拿着玩，爷爷还要揍我呢。看到咱的节目，然后就想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然后具体是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用法。对，但是我看您这个墨盒，怎么感觉脏兮兮的呀？这个可以打开吗？可以。这就是书画的时候存放墨汁的，你看它里边那黑乎乎的，就是那个墨的痕迹。我观察到上面其实是有写字儿的，然后还画的是有一些场景，对不对？对，有。大家看，黑乎乎的，大家都知道这是蘸了墨来书写字的。古代人的墨是研磨出来的，研了之后就出来墨汁了。那这个叫墨盒，承载墨水墨汁的。它怎么研？你看看这个呢是铜盒子，这个上面是不是有点厚啊？好像应该还有个东西。哎，对，还有个砚板。然后我们通常看到的老的墨盒里面带的有棉花船，它就承载墨的。如果墨水干了，可以用水稀释一下，蘸毛笔还可以写字。但是如果里面的墨水淡了的话，就在墨盒的盖子上面研墨，把墨呢倒在里面，储存在上面。随身携带的时候，哎，你看不会流出来，是不是啊？哦，很有巧思啊。所以说这是一个便携式的墨盒，就是行军啊或者经商啊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文具盒，然后随身拿着。这个相对比较大一点，肯定是军用的或者是商号用的。那么我们常见的节目当中出现的呢是铜刻的，就刻铜。您的这个呢非常明显的，它没有那种刻痕，刻痕要走刀的，刀走过去刻下来，它要刻下来铜会留下刻刀痕，这个平面的。然后上面又出现了白色和黄色相间的一个山水人物的一个画的一个场景。那么这大家看一下，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上面是有图案的。这个图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并不是用刀刻的形式组成的，它是一个平面的图案。它通过银色和金色的金线的形式把图案镶嵌在上面的这种工艺。但这个和我们传统的镶嵌不太一样，图短斜倾吊挺，袭回曲抱人家。这个文字呢和它的图案呢形成了相应的一个图画的这个画片。那我们看看它的背面，这个背面呢有两个字，是用模具砸在上面形成的字，滇省。我们知道滇是哪个省的简称？云南。哎，云南省呢有一种非遗叫什么呢？叫乌铜走银，它是通过
这个金和银的嵌丝的形式呢，把图案或者是文字镶嵌在这个上面，上面镶嵌的这个东西呢，是真金白银，所以不是一般老百姓家使用的器物，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民国初期的一个乌铜走银的墨盒传世珍品。恭喜！但是我相信您现在心里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价值。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状态呢，参考价15000元人民币，恭喜您！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这个是个玉鹅，来，大家看这个鹅感觉怎么样？我看不出来，关键是奔李老师来的。又是李老师的一位小迷妹，来，您觉得呢？玉鹅李老师鉴定过以后了，李老师还没鉴定呢。一见到李老师已经语无伦次了。我看雕的栩栩如生的这个鹅，又俯首到这个身体上，是代表什么寓意吗？我感觉挺精美的，而且它那个光泽度可润滑。大家还可以观察仔细一点，看这个鹅嘴里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啊？这底个上面的灵芝是吗？雕是吗？啊，那这件宝贝您是怎么得来的呀？是我老母亲陪嫁时陪过来的，大概说是清朝的时候，和田料的。刚才说这个动物叫玉鹅，其实你看啊，这个嘴，长长的嘴巴。对，鹅是什么样的嘴巴？对，软软的。对，这是仙鹤，只有仙鹤后边才有这种冠一样的。对，而且它嘴里边有个仙草。我看像个灵芝是吧？还像荷叶。是不是如意啊？又像灵芝，又像如意，还像荷叶，对吧？这就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对吧？这叫仙鹤衔仙草的一个题材。哦，那这个题材是什么？它是祝寿的。对，哦。整体雕刻的，你看这些细密的线条，并且这个位置你看有个凹陷，就是旧料做的。你看网格纹，也是老的驼具带动沙子做的。整体泡沫非常细致，白度也非常好，而且它是暖白色的，它应该啊是一个籽料做的，工艺非常精到，氧化层非常厚，镂空的位置呢也是老的工具加工的，并且都有氧化，所以说清代的、道代的非常开门，非常好。恭喜。那么这一件呢也是一个圆雕件，这是一个瓜果件。一看。这一颗一颗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呢，还有玉米呢。像佛手吗？我看着像草莓。这种瓜果件呢，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题材之外呢，有葫芦呀、瓜果的，也有一些夸张的。这种就是经过夸张修饰处理的，我们统称叫瓜果件。这种题材往往出现在明清时期，特别清代非常常见。那么这个玉料呢，你看一比，就没有这个玉料这么的透，这么的白。对，如果我们去区分的话。这件可能是山料，整体来看呢，氧化层这个光啊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温润的。这个包浆包括工痕呢非常开门，而且部分有受气。那么这是一件清代的开门的珍品。哇，两件都是珍品，你觉得心里才值2-3万？是一个2-3万？一个。我觉得有个7-8万吧。这个鹤的话，我可以出到2-3万左右。那个瓜果件的话，我觉得1万左右。其实我要估呀，它也是2到3万之间这个。那么这一件呢，虽然个头大，工艺也看的可以是吧？但是它毕竟料子差一些。那么这件的价值在1万块钱左右。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谢谢。这属于什么东西？什么材料的呀？这好像印制什么东西了，咱现在叫抄版，对吧？现在印纸币，当时呢是这个浇铸方孔圆田。这种方孔圆田，咱们能想象的材料，可能是木头，可能是石头，可能是铜或者铁。那么这个很简单啊，这个一看石头范啊。老师，我有个问题啊，你看过去它是铜板对吧？对。做铜板的话，它要浇筑到这里边，它为什么没有留下这个铜的那些痕迹？它不需要冷却吗？
它肯定要冷却。它要啥冷却？它冷却是很简单，因为这个钱币很薄，把这个草木灰烧成炭，然后涂抹在上边，浇筑完以后冷却，打开这个脱模剂，就有助于它的脱模。但是使用过的这个钱饭呢，它由于用过这种草木灰做的碳粉，所以说它呢，这个颜色就不一样。您看看它这个颜色跟没用过的有什么差别？用过的颜色会深，但这个感觉好像是新的一样。您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了吗？清以前的了。2个字就是5铢吧。这个钱它是半两，您怎么得到的这个钱饭啊？30年前吧，朋友回来的，我搞铜币收藏的吧，我觉得比较珍贵，我就一直把它保藏到现在了。半两钱，您对它应该是比较了解了。这之前是清半两，要比这大，它这是西汉的，再往是东汉就到了5铢了。这个是4铢半两，因为它比5铢呢少一点儿。其实很多现在的钱饭啊，仿品也多了，仿品呢实际上仿的也都特别好，但是细微之处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您看您这面它有自然的磨损，自然的磕碰啊划痕，制作的这面呢有它当时的这种制作精整的这种神韵，这个是西汉时期的珍品。有另一半吗？我们现在就是所有博物馆的展品，还有这个拍卖会上呀，包括私人收藏呀，收藏的都是这么一半。为什么呢？就是说它的另一半就是一个平板，因为它的钱币可以看得出来，钱币后边什么都没有。这个钱饭啊，比铜饭略差一点，但是像这个这么完整啊，雕工又这么好，我们感觉啊，在市场上也能达到4万到5万。那也不错的。是。这是我们给您准备了华夷之门的收藏证书啊，谢谢。